这次的餐桌，我带着自称打巴怂的朋友嘉豪，来到嘉义县的埔子，参加12年一次的埔子配天宫妈祖绕境活动。我知道嘉豪从小在城市里长大，对台湾的传统文化不太了解，所以想带他来感受一下在地的热情与美食。埔子配天宫妈祖绕境是个盛大的活动，村民们都会在自家门口摆设香案，迎接妈祖的到来。嘉豪看到这么热闹的景象，忍不住赞叹：“哇，这真是太壮观了！”这次的绕境是妈祖首次驻驾新庄，所以村民们都非常高兴。在地的朋友志明抱着虔诚的心意，在自家举办一场平安宴，并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妈祖驻驾村里的喜悦。我们还特地采访了新庄北天宫的主委，介绍这次活动特别之处。我好这个妈祖吼，每12天吼，拢会有一个照境的活动啦。今年吼算讲特别较有一点仔较特别啦，就是讲阮新庄吼，新庄里会使讲过去几啊百冬来吼，妈祖拢毋捌来伫遮主驾吼。今年吼我代表新庄吼，感谢咱过天宫，感谢董事长吼，互这个妈祖吼，会当来阮本庄吼，安尼自驾过暝吼，互阮庄人会使讲吼，安尼规庄感觉讲吼足荣幸的啦。宴席当天，志明早就准备好了一切，他特地为家里的主神准备了隆重的祭祀，也邀请了家神的各路神仙朋友一起接受供养。看到户外的布袋戏班，我忍不住好奇：志明啊，你许了什么愿望，竟然还请来布袋戏班？志明笑着说：“我只是想让妈祖和神明们也能欣赏一下布袋戏的魅力。”看着热热闹闹的院子，我感受到浓浓的喜气洋洋。志明又在下午4点左右，在家门口搭起了一座隆重的香案。我看得目瞪口呆，忍不住问志明：“你这是在干嘛啊？”志明笑着说：“我只是想再多表达一下自己的虔诚之情。”我听了不禁感慨，这份虔诚的心意，妈祖一定能感受得到。这次来到嘉义埔子，除了参加妈祖绕境，最重要的是带台北怂嘉豪来品尝在地的半桌美食。只见中部是在红瓦厝前庭搭起帐篷，运来各式各样的厨房用具，就像一只只准备出海的螃蟹，忙碌的在帐篷里爬来爬去。在嘉义，总铺师通称为德珠塞，他们就像是半桌的总指挥，掌控全场的菜色。德珠塞的助理们则称为追咖，他们主要负责洗菜、切菜、炒菜、洗碗等需要接触水的工作。看着德珠塞正在料理行话2路菜的鱼翅羹，我好奇地问德珠塞：“现在要做什么？”德珠塞笑着说：“先要熬煮汤头，这次还要加入各式各样鱼皮，让汤头更鲜美。”帐篷内一旁，追咖们则正在准备米糕。看着大家忙碌的身影，我忍不住感叹：办桌真是一门精细的艺术啊！随着夜幕降临，帐篷内的追咖们已经开始准备第一道菜的冷盘，就像一群小精灵在厨房里忙碌的穿梭。帐篷外的办桌场也逐渐热闹起来，村民们3、5成群聊天、喝酒、吃零食，
一边等待妈祖的到来。这次的绕境并没有固定路线，村民们会在路口准备拦截妈祖的轿子，邀请妈祖阵头驾临自家门口接受供养。有的村民准备家人的衣物扔给卡，祈求妈祖保佑家人平安健康；有的找到伯贝亚索取求姻缘的红线，希望家人朋友早日找到心仪的另一半。每个人都因为祈福圆满而感到十分快乐，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配天宫的阵头里有个特别的阵头，很有特色。其中有一辆象征五谷丰收的车子，沿路撒着稻壳，寓意妈祖所到之处都五谷丰收。随着妈祖进入北天宫安坐，在妈祖接受供养、洗脸、梳妆、绕境等仪式结束后，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。这时宴席才准备开始，大家才各自回到家里的宴席用餐。这次总共有8道菜，冷盘有凉拌凤爪、蟹味棒跟花枝丸。凤爪酸甜开胃，蟹味棒 Q 弹有嚼劲，花枝丸鲜甜多汁。这3道冷盘就像是3位好朋友，各有特色，却又相得益彰。鱼翅羹有白菜、笋丝、扁鱼、香菇，各式各样鱼皮。鱼翅羹的扁鱼味十分明显，让人忍不住想多喝几口。不过甜味没有台南的甜度高，反而更有海鲜的鲜味。金丝莲鸡汤的鸡肉鲜嫩，口味清淡甘甜。金丝莲是一种珍贵的中药材，有补肝肾、强筋骨的功效。这道鸡汤里加入金丝莲，让鸡汤的甜味更上一层楼。这条红烧鱼炸得十分酥脆，洋葱和番茄酱的酸甜滋味让鱼肉更加入味，口味更接近海产店的风格。这道红烧五花肉的做法类似风肉，但加入了芋头，让口感更加丰富。芋头在祭祀里往往代表的找到好头路，所以这道菜也象征着吉祥如意。这道炸根纳的炸物手法很特别，炸得又脆又酥，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。菜头汤的姜丝味道十分浓郁，让人忍不住大口喝汤。鱼羹、鸟蛋、小肠的加入，让菜头汤的口感更加丰富，算是高配版的菜头汤。米干的口味偏干，但肉丝很有嚼劲，红葱头的香气也让米糕更有层次。此外，志明的妈妈也将白天拜拜的熏鸡与汤圆让我们享用。熏鸡的香气四溢，让人食指大动；汤圆的香甜滋味让人感到幸福。这顿办桌的菜色丰富多样，每一道都非常美味，让我们在朴子妈祖的保佑下吃得开心，也吃得满意。